放轻松，不用紧张。那不是一个职业比赛，而是老爷车比赛。这个比赛并不是以速度为标准，甚至没有输赢。与其说是比赛，倒不如说更像是一场热闹的嘉年华。而且，你才是我心中的最佳人选。那正好，我也想和你一起去看海。先别急着答应。这届比赛的主题是婚礼与老爷车。不仅如此，选手也要打扮成符合主题的模样。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答应可就不能反悔喽。当然，大设计师愿意亲自操刀，最好不过了。啊，不过距离比赛只有1个月了，时间来得及吗？听你的意思，是已经有现成的设计了？不错，我还挺喜欢的。只不过你现在就把这么重要的设计图用了，以后正式婚礼的时候怎么办？这个标题取得还挺不错的。我原本还担心你不会答应我的邀请，没想到你不仅同意了，还拿出了这么重要的设计图。可以让我再正式的邀请你一次吗？你愿意做我1天的新娘吗？你下飞机了啊？够快的呀，就这么想我？你在哪里？我来找你。啊，我知道你在哪里了，等我。对了，我可不像某些口是心非的小骗子。我来找你，是因为我立刻就想见到你。小傻瓜，眼睛都看直了。好，那大设计师看出什么了？确实不错，不过这套礼服现在还有一个问题。问题不是我，而是你。我身上的这套礼服还在等他的另一半，快去换上婚纱吧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见到我的新娘了。
你今天很美。我有一份礼物要给你。之前在橱窗里看到的，觉得戴在你手上一定很好看。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，为我的新娘戴上戒指？当然。通常这个时候，会有人说新郎可以亲吻新娘。但是我觉得，还是将这份仪式感留到正式的那天吧。今天的路线就由我的新娘挑选吧。如果要我选的话，哪条线路我都不参加。和我去海边吧，让今天成为我们的专属看海日。哎，你说这算不算是我们的第一张结婚照？所以，你觉得今天怎么样？有没有破坏你对婚礼的童话幻想？我也没想过。不管是婚礼的形式，还是结婚本身，但是今天，我穿上你给我做的礼服，带着你穿梭在这座城市，我也有点开始憧憬起未来能与某个人结下永恒的誓言。在画什么呢？这是我们今天那辆老爷车。这说明大海接收了我们的心愿，而且我们刚才画的那些场景，不是早就已经实现了吗？就知道你会选这个，小馋猫。不如你来猜猜，哪辆车是我们的？给你3次机会，猜对了有奖励。
不错，猜对了。你说呢？身为今天的新娘，怎么能少了捧花呢？小傻瓜，我当然想给你最好的。走吧，上车出发了。对，谢谢。这个怎么样？看起来还挺复杂的。这个有点难倒我了。小家伙，别忙着笑我，一起来想想办法，否则你的日落大餐可就要落空了。哦，你动作还挺快。好啊，那就麻烦老师了。马马虎虎，我去叫工作人员来吧。这才只是第一个任务，不能耽搁太长时间。比赛是没有，但是日落有啊，小笨蛋。放心吧。帮我数数，还差多少？啊，应该来得及。看样子是障碍赛。希望这次还是我。别担心，我相信你的车技。
来，这次换我教你。老爷车啊，可比其他的车有意思多了。先把钥匙旋转到 Start 的位置，别心急，老爷车还要按下点火按钮，才算是正式完成启动。开车的时候要注意，老爷车和普通车离合器、油门、刹车的位置都不一样。最左边是离合器，中间是油门，最右边才是刹车。等等，挂档起步前，记得要松开手刹哦。握住手柄，逆时针旋转一点角度，手刹就会自动落下解除。学得很好，可以试着开一下了，不用担心，我随时可以教你。也不看看坐在副驾驶上的人是谁。再说了，我对你有信心。准备好了？做得很好，紧张的话慢慢开就可以了。老爷车没有转向助力，方向盘会比较沉，所以要提前转弯。有我在你身边，怕什么？恭喜我们的大赛车手完成了他的第一个比赛。那你可要快点做好准备，我们马上要去庆功宴了。这么兴奋？既然你这么高兴，要不接下来的路程也都由你来开？好，那就换我来。你喜欢的话，下次我们再一起来。今天的确是特别的一天。像是像，不过去了最重要的那一艘。这艘可是最初的领航船，怎么能忘了它呢？要是没有它，后面的船也就不存在了。以前总是你跟着我去冒险，但这次轮到我跟在你身后了。别把我想象的那么神通广大，我没有尝试过的事，说不定比你想象的还要多。比如折纸船，在街头唱歌，和心爱的人一起穿上结婚礼服，但这些
都在今天和你一起完成了。至于那些还没有被填满的空白，就和我的未来一起交给你了。所以，你觉得今天怎么样？有没有破坏你对婚礼的童话幻想？我也没想过。不管是婚礼的形式，还是结婚本身，但是今天，我穿上你给我做的礼服，带着你穿梭在这座城市，我也有点开始憧憬起未来能与某个人结下永恒的誓言。在画什么呢？这是我们今天那辆老爷车。这说明大海接受了我们的心愿，而且我们刚才画的那些场景不是早就已经实现了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据说只有报名参加后才会揭晓。哇，胆子这么大，万一选到高难度的任务怎么办？好，那我们就选这个。可以由我们自己驾驶吗？刚才不是还说有什么任务能难到我，现在就小看我了。谢谢。比开车可简单多了。来，试试长按这个按钮。这是市驿附近的船，我们即将离港。走吧，我们去甲板上看风景。不用担心，我已经设置好自动驾驶了。看来这位乘客今天都想在驾驶舱里度过了。我的新娘说她很快乐。
怎么是乱喊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想跑到哪儿去？和我一起在这里吹会儿风吧。是啊，在海上的感觉怎么样？小笨蛋，你早就是了。我吗？像是带你回家了。不舒服吗？是不是船开得太快了？你先休息一会儿，我去调整一下。好点了吗？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当时没有想那么多，对那座海岛上冰原的好奇胜过了一切，觉得我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，没有去探险才会后悔。比起鲁滨逊的生存能力和在孤岛上活下来的本领，独自一人生活15年才是更不容易的。如果是当时的我，可能并不会觉得孤独，只会觉得生存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。但如果已经被谁打破了那扇孤独的门，要再回到空荡荡的世界，那才是一种折磨。变天了。没有那么夸张，只不过这场暴雨看起来雨势不小，希望别发生什么其他意外。走吧，先回船舱。应该是没有按时维护检修，自动航行出了点问题。这点小情况不算什么。遇到过好几次暴风雨，情况可比现在凶险多了。有一次，也是暴风雨天气，原本以为很快就会过去，没想到却遇上了海上漩涡。以那艘船的动力，如果被卷进去，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生还的可能。但是呢，要让船远离漩涡的影响并不容易。更不要说，当时在船上的我们，还只是一群初出茅庐的新手海员。幸好船长足够沉着冷静，他指挥大家控制船帆，观察风向与方位。最后，总算是逃过一劫，顺利返航。那次之后，很多人都说再也不想出海了。不过我却意识到，越是危险的时刻，越不能害怕。即使到了绝境，也要沉着冷静思考对策。如果什么都不做就认输，那才是一切都晚了。小笨蛋，不用自责。这是你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比起许多人来说，已经好太多了。不对劲，船身一直在打转。
我们两个就要在海里做一对苦命鸳鸯了。放心，其实我们要去孤岛过日子，也不会选今天。可能是帆的系绳断了，帮我去看看。你能帮我掌一会儿船舵吗？很简单，把船帆系回去。你可以咬我一口，看看是不是还在做梦。现在还觉得自己在做梦吗？所以，你觉得今天怎么样？有没有破坏你对婚礼的童话幻想？我也没想过。不管是婚礼的形式，还是结婚本身，但是今天，我穿上你给我做的礼服，带着你穿梭在这座城市，我也有点开始憧憬起未来能与某个人结下永恒的誓言。在画什么呢？这是我们今天那辆老爷车。这说明大海接受了我们的心愿，而且我们刚才画的那些场景不是早就已经实现了吗？没问题啊，就选这个。
然后呢？到了就知道了。走，我们下车好好欣赏吧。抱歉，我刚才看见了一条鲨鱼，走得快了些。就在那里。那条游走了，不过在你面前还有一条。嚯，这么凶啊！我看你才是一条横行霸道的小鲨鱼。所以，你觉得今天怎么样？有没有破坏你对婚礼的童话幻想？我也没想过。不管是婚礼的形式，还是结婚本身，但是今天，我穿上你给我做的礼服，带着你穿梭在这座城市，我也有点开始憧憬起未来能与某个人结下永恒的誓言。在画什么呢？这是我们今天那辆老爷车。这说明大海接受了我们的心愿，而且我们刚才画的那些场景不是早就已经实现了吗？要用老爷车跑完这条线路的话，难度确实不小。我吗？这只能算是一次特别的尝试。走吧，带你去见见我们今天的婚车。这位新婚小姐，不给你的新郎一点表示吗？够不着的话，可以离我再近一点。准备好，我们要出发了。要不要我开慢点？那你可得好好适应适应，接下去可还有一段山路呢。
看你好像已经适应了，挺勇敢啊。一会儿下坡的时候，给你表演个特技。抓紧安全带，我要开始表演了。感觉怎么样？小家伙，胆子越来越大了。好，你想来几次都行。所以，你觉得今天怎么样？有没有破坏你对婚礼的童话幻想？我也没想过。不管是婚礼的形式，还是结婚本身，但是今天我穿上你给我做的礼服，带着你穿梭在这座城市，我也有点开始憧憬起未来能与某个人结下永恒的誓言。在画什么呢？这是我们今天那辆老爷车。这说明大海接收了我们的心愿，而且我们刚才画的那些场景不是早就已经实现了吗？